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魔幻？我们每天看到几十条酒精有害的信息，体检报告里关于饮酒的健康警告，然而全世界每3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在定期饮酒。我们依然在婚礼上碰杯，在庆功宴干杯，在失眠的深夜里独自举杯。是什么导致了这么冲突的现实呢？现在让我们来揭开酒精操控人类的秘密吧。请你打开手机定位，半径3公里内至少有10几家酒吧正在营业。这不是我瞎猜的。根据某外卖平台的数据显示，平均每人拥有的酒吧数量正在逐年递增。在莫斯科的地铁里，你闻到伏尔加混合的香水气味。东京居酒屋的上班族正在用第3杯啤酒冲刷职场压力。慕尼黑的啤酒节刚消耗了780万升啤酒。这些啤酒瓶连起来能到地球，大概不需要我玩这个老梗了。但有个细思惶恐的事实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酒精列为一级致癌物质整整35年了，可全球的饮酒人数反而增加了12%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或许你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：2杯红酒下肚，平时连消息都不敢回的人，突然在微信里给前任发了60秒的语音；隔壁工位内向的同事，在部门聚餐时举着酒杯开始模仿领导说话。这不是勇气觉醒了，而是你大脑正在被乙醇灌醉。2018年某杂志脑成像实验显示，当血液的酒精浓度提升，大脑的理性决策区域就会罢工。当酒精入侵大脑时，先会关闭3个关键开关：第一，理性警报器，让你忘记明天要交的报表；第二，焦虑防火墙，把过几天要交的房贷模糊处理；第三，快乐加速器，把看见的普通笑话变成一个戏剧。每个加班的深夜，手机熄灭的瞬间，冰箱那瓶啤酒就变成了最触手可及的心理医生。我们像是签订了魔鬼契约的赌徒，用明天早上的头痛欲裂换取此刻的焦虑暂停。这是当代最荒诞的生存现实。早上把戒酒的想法放到大脑里，深夜却熟练地输入了啤酒加烧烤的外卖组合。我们像是被编好程序的机器人，重复地看着自己在这过程中拉扯。那些酒后说出的真心话，为什么清醒后反而像被上了锁？如果我们只能在酒精浓度0.08%的时候做回自己，这究竟是人性的解放，还是现代社交的局限性？在北京某桥下的居酒屋里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：第1杯啤酒谈股票，第2杯聊学区房。等到了第3杯酒下肚，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们突然开始聊起了夜店。这种3杯酒仪式变的花样在全球不断上演。韩国人用烧酒瓶敲击的桌面开启了真心话时间。墨西哥人在龙舌兰酒里泡虫子证明信任度。俄罗斯人甚至发明了不醉不签合同的商业潜规则。2021年某社会心理学杂志期刊显示，当实验对象手持酒杯时，即便里面装的是葡萄汁，自我表露意愿提升37%，肢体距离缩短23厘米，对话隐私等级提升2个维度。真正的社交催化剂可能不是乙醇分子，而是那个举杯动作。酒精提供了心理许可，就像是微信的撤回功能。你知道有2分钟的后悔期，所以敢发那些平常绝对不敢打的字。职场人的酒杯其实就是现实世界的撤回按钮，让真话可以借着醉酒这个系统漏洞短暂现身。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举起酒杯，而在于我们放下酒杯后，是否还留有其他发泄的通道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破解这个困局。在不需要酒精麻醉的世界里，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无处可去的孤独和痛苦？现在打开你的手机桌面，健康 App 永远跟外卖软件双零摆放。这个月里累计燃烧了18900千卡，但也下单了9次啤酒加烧烤的套餐。这是当代人的生存法则，用左手计算了卡路里消耗，再给右手的酒精消费赎罪。柳叶刀里说，每10个早逝案例就有1个跟酒精有关。但数据从不说谎的另一面是，2023年中国心理咨询量激增67%，看焦虑药物的销售额可以铺满整个青海湖。我们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，在健康和止痛的2个按钮间来回狂奔。当手机把我们的清醒时刻切割成早上健康 App 提醒检测肝功能，中午会议软件弹出加班记录，晚上外卖 App 弹出解压酒水套餐。但全球的年轻人正在发明酒精的替代方案。伦敦的满品实验室里，通过味觉挑战赛结交朋友；成都的清醒酒吧，啤酒被换成了茶水；柏林的哲学咖啡馆，每周随机分配苏格拉底试辩题。神经科学家最新扫描显示，长期冥想者面对压力时，大脑模式竟然跟微醺状态惊人的相似。这说明我们的大脑自备解压程序，只是我们习惯了酒精与酒精社交罢了。现在请你们在评论区里做一道选择题： A. 继续用酒精编写人生， B. 考虑一下做出改变， C. 在评论区里分享你的独家解压方案， D. 在评论区里痛骂主播无病呻吟。
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实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